还有YouTube 美女帅哥美女，大家好，我是 Ryan， 又来到了1年1度的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Mobility Show 这个车展啊。今天这个车展呢，真的是非常的多车可以看啊。到底有些什么车是比较特别呢？今天就随着我脚步来一起一探究竟吧。Let's go。一进到这个会场啊，我们来到这个多大的 booth。这个多大 booth 虽然讲它摆着的车都是已经贩售了的车，像最近刚刚推出的 Yaris Cross HEV、Vios HEV， 或者是多大 Corolla Cross HEV 等等这些 hybrid 车型。可是最吸引我眼球的就是我身后这一辆概念车。到底这辆车有些什么特别呢？现在我来带你们看一下。好，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眼前这一辆多大车呢？它是一辆 concept car， 到底会不会推出还不得而知啦。但是它的外形真的是非常帅哦，非常的有未来科技感。至于这辆车到底是一辆纯电车还是 hybrid 车，就不得而知啦。不过以外形来讲的话，我猜测啦，它有很大的可能会是一辆 EV 车。再来，我们看到这个车身侧面21寸的 rim， 钻石切割的设计，一点银配上这个 piano black 以及这个 matte black 的 color， 然后搭配了一个 Michelin 的轮胎245/40R21， 这条轮胎我相信不便宜啦。这个 interior 有一点像是我好多年前试驾过的这个 EV6 的 interior， 非常的有那种未来科技感的感觉，而且这样子目测啊，它的 button 啊也不会很多，所以整个的造型设计就非常的简约大气跟干净。除了刚刚那辆概念车之外啊，在我眼前这辆车呢，真的是佩服多大的脑洞大开啊！可以看到这一辆 orange color 的车，就是小孩子专用的迷你电车。OK， 这辆车我相信可以吸引到很多小孩子，会吵着他爸爸妈妈。爸爸，我要买这辆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舱门打开方式，然后上面有2粒圆圆的东西啊，相信这个是一个控制按钮，让这辆车向前推后之类的吧。这辆车如果推出的话，多少父母会买给自己的孩子呢？敬请期待，敬请期待。来到这个 MG 展台啊 ，MG 展台最吸引我眼球的就是我身后这一辆车，可能会推出的 IM6。为什么我会说它可能会推出呢？第一点，它是有右驾版；再来，它已经把它的 spec sheet 放出来了的，只不过没有价钱，所以我预计它可能会在今年推出啦。这辆车的外形设计，我觉得它是偏向 hot hatch， 不算是那种 sedan 车的外形设计啦，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可爱。所以刚刚我有提到嘛，这辆车是一辆纯电车型嘛，所以它动力输出有2种 ，all drive 跟 rear wheel drive， 采用的电池组呢都不同，75 kW 跟100 kW 的电池。它的 DC 充电来讲的话呢，从38%到88%充电，如果是75 kW 的电池是需要20分钟，而100 kW 的电池它只需要15.2分钟就可以从38%充到88%。虽然我讲它的外观非常可爱迷人哈，加上它的 rim 的设计也是非常可爱一下啦，但是它拥有着不一样的运动元素。可以看到它的 brake caliper， 哇，Continental 的 brake caliper， 这个 caliper 呢真的是非常大个哈，目测大概是一个 4-pot 的 brake caliper， 所以在这个刹车方面啊，这辆车绝对不马虎哦。坐上这辆 IM6 啊，这辆车它的椅子真的是非常好坐，这个椅子太舒服了。它的 interior design 呢是属于那种 simple 但是不失科技感的 interior design。它眼前的 sensor 确实可以照到眼前有多少人在经过的，实时的让你看到眼前的情况。来到这个 Proton 的展台啊 ，Proton 今年在这个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Mobility Show 里面呢是没有带来什么新车啦，有的话呢也是一些什么 S50 Sport Edition 啊，或什么 S70 Sport Edition、Black Edition 之类的。但是他们带来了他们自家非常厉害的 Hybrid Engine， 现在就让我们来去看一下，到底这个 Hybrid Engine 有多特别。OK， 观众朋友，在我们眼前呢，就是 Proton 即将为他们的 Hybrid 车型所安装的引擎。这个引擎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你们猜一下在哪里？给你们3秒钟，3、2、1，可以看到它的 crankshaft 玻璃呢是有别以往那种安装 fan belt 的玻璃是有沟槽的，而这个 Hybrid Engine 它的 crankshaft 玻璃呢是完完全全是平面的。当时候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在猜想，会不会是一个假的 crankshaft 玻璃呢？但是看了它的 video 的演示，确实到时候安装的就是这样子的 crankshaft 玻璃，它有别以往那种采用风线带啊来推动 water pump 啊 alternator 这样子的形式来去推动这些东西。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water pump 来讲的话，它是采用了这个电子的 water pump。这个电子 water pump 来讲的话，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 Proton 的车型上面了哈。最近刚刚推出的 Proton Saga 就已经采用了这样子的 water pump 来去做冷却的推动。
而至于 Aircon Compressor 来讲的话呢，我预计它也会采用了电子的 Aircon Compressor 来去做冷气的推动。而至于 Alternator 来讲的话呢，应该会交由 Hybrid 的部分来去做整体的电力输出啊。因为这个 Fan Belt Pulley 啊，就好像拖着这个引擎啊的动力输出这样子，所以它减低了这些东西之后呢，你的动力输出啊就会更加的顺畅，会更加的省油，有好有坏。因为这些所谓的电子的东西，只要寿命一到了之后呢，知道了哈比较烧钱了哈。离开了这个 Proton 展厅之后啊，现在我们来到这个 Honda 的展厅。Honda 今年在这个车展啊是没有推出什么新的家用车啊，反而带来了一辆 Sport Car， 也就是我身后这一辆 Honda Prelude。现在你们只要付出280千就可以入手这一辆非常好看、非常 sporty 两门的 Honda Prelude。今年的车展啊，除了 Honda 带来他们家的 Sport Car 之外啊 ，Hyundai 也带来他们家两辆 Sport Car，Ioniq 5N 跟 Ioniq 6N。这两辆车呢都是纯电车型，两辆车都是650 PS 的马力。所以今天啊，你们只要付出443千或者是449千，就可以带回家其中一辆车。400多千入手其中一辆车，会不会让马来西亚买家心动呢？我们想知道一下啦。看完了家用车跟 Sport Car 车之后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些比较小众的车型。首先我们来到这个50的 Booth 啊，这个50的 Booth 呢，最吸引我眼球的不是我身后这一辆毛毛的宾果 EV 啊，反而是这一辆 Porta EV。这辆 Porta EV 呢，据说啊会在今年的7月份推出啦，价钱大概会在110千以内。它是一辆纯电的 EV van 车，它的行驶里数充满电就可以走400公里啦。马来西亚现在的油价没有 subsidy 的话，每个月的油钱啊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啊。当然，我也有发现到马来西亚一些政府机构或者是一些 Pos Laju 啊、民用的送货的司机啊，他们都把他们的稀土度啊这些油的 van 车都换成了这种 EV van 车，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啦。至于这辆车的外观方面啊，其实没有太多的特点啊。最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铝圈啊，镜面的铝圈。这个铝圈非常的 classic， 非常的 old school 哦。当然，它的车里面没有太多特别的东西啦，基本上就是一辆非常朴实的 van 车，而且它还是采用了锁匙来 start 车的，然后也没有给到你很 fancy 的东西啦，就是以实用为主。然后车门的话呢，你不用想有什么 power tailgate 啦，不好意思啊，商用车没有。承载能力我觉得也是不错一下的哈。如果说刚刚我带你们看那辆 Porta EV， 你们觉得非常的 simple 啊，想要找一辆比较 fancy 一点、比较大气一点的 EV van 车来送货啊，这辆 Vestas Masters 的 E-Deliver 5，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你了。这辆车啊，满电它是可以行驶485公里的，而且这个数据是 WLTP 哦，不是什么 NEDC 啊哈。外观来讲的话，这个 E-Deliver 5它的头灯设计就比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Porta EV 啊来得更加 fancy、更加好看。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个 C 造型设计的一个 daylight 啊。在晚上的时候呢，很难想象这是一辆送货的 EV van 车。再来，这辆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可以支援11 kW 的 AC 充电的，从28%充到88%只要4个小时。也就是说呢，你的工人在放工的时候把这个 wall charger plug 进去，第二天这辆车就会满血复活，继续帮你送货了。再来，这辆车啊，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具备了360的环境显示。有这360功能的话呢，你就可以很实时的看到你周围的环境有些什么东西，就可以减少车祸啊，或者是一些剐蹭的发生了啦。至于内饰来讲的话，这辆 E-Deliver 5就比刚刚的 Porta EV 来的好看很多，比较多设计元素，但是基本上大多数都是 hard plastic 啦，毕竟这是一辆送货的 van 车嘛，所以就不需要太多华丽的东西。而荧幕来讲的话呢，确实就比刚刚的那个 Porta EV 来的更加的大片，而其他的东西就非常的塑料了，就是一辆很普普通通的 van 车了。好，看完了这个 EV van 车之后啊，现在我们来到 Great Wall Motor 的 booth 这边啦。今天车展啊，这个 Great Wall Motor 带来两辆我个人觉得个性非常极端的两辆车，一辆是非常可爱的 Aura 5， 这是一辆 hybrid 车；另外一辆呢是非常硬派狂野的 H7， 它是一辆 PHEV 的车。首先啊，在这个外形部分来讲的话，这个 Aura 5啊，它就继承了 Aura Good Cat 的特点啊，长得非常可爱，非常的圆润。这辆 HEV 的 Aura 5呢，它的最大马力是223 PS 马力，以及476牛米的峰值扭力。它0到100呢是 7.7 秒，它满油可以行驶1100公里，它的100公里油耗是 4.4 个 liter。当然，它也达成了一个健力士纪录啦，就是100公里油耗达到 3.74 个 liter。Aura 5它的内饰就比起 Aura Good Cat， 我觉得看起来来的顺眼很多哈。
Aura Good Cat 它的内饰就比较多的 hard plastic， 而 Aura 5的内饰呢，大多数都是采用的软材质，加上一些金属饰条来做搭配了，真的是比起 Aura Good Cat 来的好看很多。至于讲 Aura 5，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变速箱是采用了2档 DHT 的变速箱。据我所知啊，Malaysia 这个 Hybrid 车型来讲的话，采用这个2档 DHT 变速箱，好像是只有 Great Wall Model 的车才会采用这样的变速箱。像它的对手 Cherry 好像还是采用着1档 DHT 的变速箱。而至于这个2档 DHT 变速箱的好处是什么？这个2档 DHT 变速箱它的好处就是，当你在 Highway 行驶想要隔车的时候，它可以降档，让这个扭力去提升，让你更好的超车。而不会像1档的 DHT 这样子需要采用这个电动马达去辅助它的这个动力提升就比较慢一点。这个2档 DHT 的变速箱，它的动力提升会比较快一点。这个就是2档 DHT 变速箱的好处了。为了满足少女可爱的车，也要有一辆适合男生的硬派越野车，就是我身后这一辆 Harbour H7。这辆 Harbour H7 它的特点就是采用了 1.5 Turbo PHEV 的动力输出。综合马力可以输出370 PS 的马力以及750牛米的综合扭力。再来，它0到100是只要6.2秒，满油满电的话，它是可以行驶1000公里的。纯电行驶是可以行驶150公里。对于这个 PHEV 车的好处就是让你有选择权。今天你可以选择用这个纯电行驶，充满这个电，你就可以纯电行驶了。又或者是呢，今天你要去远途旅行不想充电来讲的话，你只要打油，它也可以工作。所以在平常行驶的时候，它就是让你有选择权。而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选择了。接下来我们来到 Kia 的booth在这个满大街都是 SUV 的年代Kia 终于带来他们的 sedan 车，也就是我身后这一辆 Kia K4。这辆 Kia K4 呢，它的外形设计真的是非常帅气非常的 sharp， 真的是一辆非常韩风的欧巴 sedan 车。它的引擎是采用了一个 1.6 turbo 的引擎，大概是可以输出190多匹的马力。最大对手呢就是 Honda 的 Civic。至于在外观方面呢，有一点我觉得很突兀的就是它的车尾设计。可以看到它的车尾造型哇，好像是特地加长的感觉，它又要溜背又要加长，哇，这个设计师我很佩服他的脑洞对于 Kia 的sedan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Kia Forte。Kia Forte 呢，当年是一个 C segment 车型，以 B segment 价格来售卖，加上它给的配置给到非常的十足，而且它的外形设计也非常好看。当时候呢，真的是吸引到很多年轻人去买 Kia Forte， 所以希望这个 K4 也能延续这个 Kia Forte 的光荣啦。OK， 基本上就是今天这个2026年 On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Show 所展出的一些车型今天带观众朋友看的这些车型我相信接下来陆陆续续都会在马来西亚正式发布啦。所以等到正式发布的时候，再来拍更加详细内容分享给观众朋友。OK 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